135亿年前，一首交响乐响彻天际，宇宙诞生了。物质、能量、时间和空间从无到有，编织成浩瀚的篇章。这是物理学的乐章，它讲述了黑洞、暗物质、引力波、量子纠缠等奇妙的现象，展示了宇宙的神秘和壮观。30万年后，物质和能量凝聚成原子，再组合成分子，构建起万物的基础。这是化学的乐章，它讲述了水、氧气、碳、DNA 等重要的分子，展示了它们的结构和功能，以及它们之间的各种反应，展示了化学的多样性和创造力。38亿年前，地球上出现了生命，有机体从简单到复杂，从单细胞到多细胞，谱写了生命的赞歌。这是生物学的乐章，它讲述了细菌、植物、动物、人类等不同的生命形式，展示了它们的进化和适应，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展示了生物的奇妙和和谐。7万年前，人类登上历史舞台，他们创造了文化，构建了文明，将智慧和创造力展现得淋漓尽致。这是历史学的乐章，它讲述了农业、工业、科技、艺术、政治、宗教等人类的成就，展示了人类的发展和变革，以及人类之间的冲突和合作，展示了历史的动荡和精彩。从宇宙到文明，时间长河滚滚流淌，万物生生不息。物理、化学、生物、历史交织成一部恢宏壮丽的史诗，讲述着宇宙、生命和人类的起源、发展和演变。这是一部值得我们探索和欣赏的史诗，它让我们更加了解自己和世界，也让我们更加敬畏和珍惜生命。7万年前，一场名为认知革命的巨变，点燃了人类历史的火光。智人开始拥有抽象思维和语言能力，创造了文化和艺术，开启了文明的序幕。这是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伟大跨越。在这之前，人类只是地球上众多的动物之一，生活在恶劣的环境中，经常面临饥饿和危险。在这之后，人类开始用符号和故事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开始用工具和火来改造自己的生活环境，开始用艺术和礼仪来美化自己的生活方式。12000年前，农业革命如滚滚洪流般席卷全球，人类告别了茹毛饮血的时代，开始定居耕种，驯化动物，生产力大幅提升，人口迅速增长，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革。在这之前，人类只能依靠狩猎和采集来获取食物，生活在游牧的部落中，经常受到其他动物和部落的威胁。在这之后，人类开始种植小麦、水稻等作物，驯化马、牛、狗等动物，生活在固定的村落中，经常享受丰富的食物和安全的庇护。500年前，科学革命犹如一场风暴，彻底颠覆了人们对世界的认知。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等先驱们用科学的力量揭开了宇宙和自然的奥秘，开启了人类探索未知的征程。在这之前，人类只能依靠宗教和传统来解释自己的存在和意义，生活在封闭的社会中，经常受到无知和偏见的束缚。在这之后，人类开始用望远镜、蒸汽机、电灯、电话等发明来探索自己的外部和内部世界，生活在开放的社会中，享受着知识和创新的自由。3大革命犹如3座巍峨的山峰，耸立在历史的长河之中，深刻地改变了人类和其他生物的命运。它们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阶梯，也是人类征服自然的凯歌。它们让人类从动物中脱颖而出，从自然中突围而出，从历史中超越而出。它们让人类成为了地球上最强大的物种，也让人类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责任。250万年前，人类的祖先出现在地球上，他们和其他动物一样，只是为了生存而奋斗，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他们的生活简单而原始，没有什么文化和艺术，也没有什么科技和文明。他们对环境的影响微乎其微，和非猩猩、狒狒、大象、萤火虫、水母等动物没有什么区别。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和进步。他们开始拥有了抽象思维和语言能力，创造了文化和艺术，开启了文明的序幕。他们开始种植作物，驯化动物，建立城市，发展社会，形成国家，探索世界，创造历史。
他们开始利用科学和技术，揭开了宇宙和自然的奥秘，开启了探索未知的征程。他们开始登上月球，分裂原子，了解基因，编写历史书。他们成为了地球上最强大的物种，同时也成为了地球上最危险的物种。从史前到现代，人类经历了一段漫长而精彩的历史。他们从动物中脱颖而出，从自然中突围而出，从历史中超越而出。他们既是地球的主人，也是地球的客人。他们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他们既是自己的盟友，也是自己的敌人。他们的故事是一部值得我们学习和反思的史诗，它让我们更加了解自己和世界，也让我们更加敬畏和珍惜生命。物种是指能够自然交配并产生有生育能力后代的生物群体。如果两个生物群体之间的交配不能产生有生育能力的后代，或者根本不会发生交配，那么它们就属于不同的物种，各自有各自的演化路径。例如，马和驴虽然有共同的祖先，也能够交配，但是它们的后代骡子是不育的，这就说明马和驴是不同的物种，它们的 DNA 突变不会相互传递。相反，斗牛犬和西班牙猎犬虽然外形迥异，却属于同一物种，它们的后代小狗是有生育能力的，这就说明斗牛犬和西班牙猎犬是同一物种，它们的 DNA 库是相同的。这些例子表明，物种的划分和演化取决于生物之间的交配和繁殖，而不仅仅是生物的外貌和特征。生物学家用拉丁文为生物命名，每个名字由2个词组成，第一个词是属名，第二个词是种名。例如，狮子的学名是 Panthera leo， 即豹属的狮种。同一属的不同物种都是从同一个祖先演化来的，如狮子、老虎、豹、美洲豹等都属于豹属。而每一位在看这部影片的都是人属的人种，也就是 Homo sapiens， 意为明智的人。许多属还能再归类为同一科，即同一科的所有成员都能追溯到某个最早的雄性或雌性祖先。如猫科包括狮子、猎豹、家猫等，犬科包括狼、狐狸、豺等，象科包括大象、长毛象、乳齿象等。例如，所有的猫科动物，无论是家里的小猫，还是草原上的狮子，都是来自大约2500万年前的某头祖先。智人和其他动物一样，都属于某个科。这是一个平凡的事实，却曾是历史上最大的秘密。智人总想自己与众不同，仿佛整个科就只有自己，没有亲戚，也没有父母。但这是错误的。不管你信不信，我们所属的人科成员众多，而且很吵闹，那就是一群巨猿。我们最近的亲戚就是黑猩猩、大猩猩等，其中黑猩猩和我们最像。6万年前，有一头母猿生了2个女儿，一头是所有黑猩猩的祖先，另一头是所有人类的祖奶奶。智人的一个秘密是，他们并不是唯一的人类，而是人属中的一种。在过去，人属还有很多其他的物种，如尼安德特人、直立人，他们都是智人的亲戚，也是智人的竞争者。然而，在过去1万年间，智人逐渐取代了其他人类，成为了地球上唯一的人类。但这并不意味着智人的竞争就结束了，因为在不久的将来，智人可能又会面临一些新的人类，如基因改造人、机器人、人工智能等。为了区分智人和其他人类，我们用 Homo sapiens 来指代智人这个物种，用 human 来指代人属的所有现存成员。人类的祖先是南方古猿，大约250万年前在东非演化而生。200万年前，一部分人类离开了家园，迁徙到北非、欧洲和亚洲等地。不同的环境催生了不同的人类物种，科学家也给他们取了不同的拉丁名。如欧洲和西亚的尼安德特人，他们魁梧而强壮，适应了冰河时期的寒冷气候。如亚洲的直立人，他们存续了近200万年，是最长寿的人类物种。而我们智人只有几万年的历史，未来还不可知。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和弗洛里斯岛曾是不同人类物种的栖息地。爪哇岛上的梭罗人及来自梭罗谷的人适应了热带的生活环境。弗洛里斯岛上的弗洛里斯人及小矮人经历了一场侏儒化的过程，原因是海水水位的变化使得弗洛里斯岛与大陆隔绝，物资匮乏，长得矮的人更有生存优势。梭罗人和弗洛里斯人都是人类的亲戚，也是人类的竞争者。他们都会制造石器，甚至猎象、
但岛上的象也是矮生虫。2010年，科学家在西伯利亚的丹尼索瓦洞穴发现了一块手指骨化石，证实了一种新的人类物种，即丹尼索瓦人。这是我们失落的亲戚之一，还有许多可能藏在全球的洞穴、岛屿、气候中，等待我们去发现。丹尼索瓦人是欧洲和亚洲的人类物种之一，他们和尼安德特人、直立人等都是从东非的人类物种演化而来。东非是人类的摇篮，它孕育了鲁道夫人、匠人等，最后还有我们智人及明智的人。这些人类物种在外形、适应性、文化等方面有所不同，也有所相互影响和竞争。有些高大，有些矮小，有些凶残，有些温和，有些孤岛，有些迁徙。但不论如何，他们都是人属，也都是人类。人类物种的演化并非线性，而是多样和并行的。这种线性模型忽略了地球上同时存在多种人类物种的事实，也忽略了我们和其他人类物种的亲缘和竞争。从200万年前到1万年前，地球上至少有6种不同的人类物种，如匠人、直立人、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等。这其实很正常，就像今天的地球上还有许多种的狐狸、熊、猪之类的动物。从历史的角度看，过去的人类物种是多元共存的，而现在的人类物种是单一的，这才是异常的。而我们智人及明智的人为什么会成为唯一的人类物种呢？这背后有着那些不为人知的原因。人类的大脑是其共同而重要的特征，它远远超过了其他动物。60公斤的哺乳类平均脑容量只有200立方厘米，而人类的祖先在250万年前就已有600立方厘米，现代的智人更高达1200至1400立方厘米，尼安德特人甚至更大。这似乎说明人类的演化是为了追求更高的智力，而智力是越高越好。但这是错误的，因为智力并非唯一的生存优势，也不是所有动物的演化方向。如猫科动物，它们没有演化出会微积分的猫，但它们却有敏锐的感官和灵活的身体，适应了各种环境。在动物界，为什么只有人属演化出了如此庞大的大脑呢？答案在于，人类的大脑是其优势，也是其负担。大脑结构脆弱，不利于活动，还要用巨大的头骨保护。同时，大脑消耗的能量也惊人。智人的大脑占身体总重2%至3%，但休息时却消耗25%的能量。其他猿类的大脑只消耗8%。大脑较大的代价是：一是要多找食物，二是要少肌肉。这就像是政府把国防预算给了教育，人类也把手臂的能量给了大脑。这在非洲草原上是不是好策略，谁也不知道。黑猩猩虽然不如智人聪明，但却能把智人撕成碎片。时到今日，人类大脑的优势在于创造力和适应力，我们能发明汽车和枪炮，让自己在速度和力量上超越非猩猩。但这些发明都是近代才有的。在200万年前，人类的大脑只能让我们用碎石和树枝做简单的工具。为什么人类的大脑会有这样的演化？这是一个未解之谜。人类的另一个特征是直立行走，这样可以让我们在草原上观察更远的地方，寻找猎物或敌人。而且，我们的手不用支撑身体，可以用来投掷或示意。手的灵活性促进了人类的神经发育，也改善了手掌和手指的肌肉。因此，人类的手能够执行非常精细的任务，比如制作和使用复杂的工具。人类制作工具的最早证据可以追溯到250万年前，这也是考古学家判断古人类的一个标准。当然，人类直立行走有利有弊。我们的远古祖先花了数百万年，才从4肢行走的小头骨架演化成直立的大脑智慧。这个过程充满了挑战和代价。为了能远眺，能灵巧，我们不得不忍受背痛、颈僵的困扰。女性更是吃亏，直立的骨盆让产道变窄，分娩难度增加，生命危险加大。于是，自然选择让我们提前出生，避免头部过大。这样一来，人类就成了早产，许多器官还没发育好。想想小马刚出生就能跑，小猫几周就能自食其力。相比之下，人类的婴儿就是啃老族，要靠父母多年的养育、保护和教育。人类的社交技巧
和社会问题源于我们的生存环境和演化历程。在远古时代，母亲要养育孩子，就需要家族和邻居的帮助，因此，演化选择了能够建立牢固社会关系的人类。与此同时，人类出生时的发育不完全，使得我们可以通过教育和社会化来改变自己。其他哺乳动物一出生就像定型的陶器，很难再改变，而人类一出生就像融化的玻璃，可以塑造成各种形状。这就导致了人类的多样性和可塑性。有人信仰不同的宗教，有人追求不同的政治制度，有人好战，有人和平。人类的大脑、工具、学习和社会，看似是我们的优势，却并未直接让我们成为强大的动物。在200万年前，人类就已经拥有这些特征，但却一直处于弱势和边缘。直到100万年前，人类还是惧怕食肉动物，很少捕猎大型猎物，只能靠采集、挖掘和食腐为生。早期人类用石器敲开骨头，吃里面的骨髓，这是他们最原始的专长，就像啄木鸟啄树干里的昆虫一样。骨髓有什么特别的呢？它是一种营养丰富的食物，含有大量的脂肪、蛋白质、矿物质和维生素。当时的人类只处在食物链的中间位置，等着狮子、猎狗和豺吃完长颈鹿的肉，才能挖出剩下的骨髓。这反映了人类历史核心理学的一个重要方面：人类是如何从弱小的生物逐渐成为食物链的顶端的。在数百万年的时间里，人类既是猎人，也是猎物，捕捉小动物，采集植物，同时也要防备大型食肉动物的攻击。直到40万年前，人类才开始狩猎大型猎物，而到了10万年前，智人崛起，人类才真正掌握了食物链的主导权。人类的地位跳跃，给自己和整个生态系统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其他的顶级猎食者，如狮子和鲨鱼，都经历了数百万年的演化，才达到食物链的顶端。在这个过程中，生态系统也形成了平衡，让狮子和鲨鱼的破坏受到限制。瞪羚跑得更快，猎狗更会合作，犀牛更加凶猛，而人类却在短短的时间里，从食物链的中间位置一跃而上，成为了无可匹敌的霸主。这让生态系统无法适应，也让人类自己措手不及。过去，人类是草原上的弱者，总是惶惶不安，但这也让人类变得残忍和危险。人类历史上的许多灾难，无论是战争还是环境，其实都跟这场仓促的跳跃密切相关。火成为人类登上食物链顶端的关键一步。早在80万年前，就有人偶尔用火。到了30万年前，直立人、尼安德特人和智人的祖先已经熟练掌握火的用途。他们不仅用火照明取暖，还用火作为武器对抗狮子等野兽。他们甚至故意用火烧毁周围的丛林，把它们变成富饶的草原，吸引了大量的猎物。他们还会在火势平息后去收获那些被烤得香喷喷的动物、坚果和块茎。然而，火的最大好处是让人类开始烹饪。很多食物不经过加工，人类是无法消化的，比如小麦、水稻、马铃薯等。经过火的烘烤或煮熟之后，它们就成了人类的主食。火不仅能让食物发生化学变化，还能杀死食物中的病菌和寄生虫，保证人类的健康。此外，烹饪还能节省人类的咀嚼和消化时间。例如，黑猩猩每天要花5个小时咀嚼生肉，而人类只要花1个小时就能吃饱熟食。烹调技术的发明，让人类能够吃到更多种类的食物，缩短了进食的时间，也改变了人类的身体结构。有学者认为，烹调使人类的肠道缩短，大脑增大，这是人类进化的重要因素。因为肠道和大脑都是高能耗的器官，如果没有烹调，人类很难同时拥有它们。可以说，烹调技术让尼安德特人和智人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最终导致了智人的胜出。此外，用火也是人类与其他动物的显著区别之一。对于大多数动物来说，它们的力量取决于自己的身体条件，如肌肉、牙齿和翅膀。它们虽然能利用自然力量，如风和水，但却无法控制它们，也无法超越自身的局限。例如，老鹰能利用地面的热气流上升，但它不能改变热气流的方向，也不能提升自己的载重能力。而人类通过用火，能够改变自然环境，创造出更多的可能性。人类用火就是掌握了一种
既顺从又强大的工具。不像老鹰只能随着气流飞翔，人类可以随心所欲地点燃火焰，而且火的用途多种多样，无所不能。最重要的是，火的能量不受人类身体的限制，哪怕是弱小的女子，只要有碎石或火棍，就能轻易地烧毁一片森林。有了火，许多发展即将水到渠成。虽然用火已经带来许多优势，但在15万年前，人类仍然不过是种边缘生物。他们能够把狮子吓走，能在寒冷的夜晚生火取暖，偶尔还能把森林给烧了。但从印度尼西亚群岛到伊比利亚半岛，他们的总人口仍然不足100万，这对整体生态来说根本微不足道。这个时候，智人已经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只不过就是自顾自地待在非洲的一个小角落。科学家多半都同意，大约到了15万年前，东非就已经有了智人，外貌和我们几乎一模一样。如果现代的停尸间里突然出现一具智人的尸体，验尸官根本不会发现有什么不同。在有了火之后，他们的牙齿和颌骨比祖先小，而大脑的容量又较大，与我们现在相当。智人是人类的祖先，也是人类的奇迹。他们是第一个使用火的物种，也是第一个制造工具和艺术的物种。他们的化石和遗址遍布全球，见证了他们的漫长历程和辉煌文明。他们的基因和特征流传至今，让我们与他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是我们的过去，也是我们的未来。智人大约在7万年前从东非扩张，很快占领了阿拉伯半岛和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然而，这些地方已经有其他人种居住，他们的命运如何呢？关于这一问题，有2种截然不同的理论。混种繁衍理论认为智人与其他人种发生了基因交流，从而形成了今天的人类。例如，智人在中东和欧洲遇到了尼安德特人，两者之间产生了杂交后代。研究表明，非洲以外的现代人都携有部分尼安德特人的基因。同样，智人在东亚遇到了直立人，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混血。有些学者认为，今天的中国和韩国人可能是智人与直立人的混血儿。竞争取代理论认为，智人与其他人种发生了激烈的竞争，最终导致了其他人种的灭绝或同化。例如，智人在欧洲取代了尼安德特人，使他们在4万年前消失。这一理论认为，智人和其他人种的生理结构有所不同，不仅交配习性难以相合，甚至连体位都天差地别。所以，想要天雷勾动地火，简直是天方夜谭。而且，就算是有个尼安德特人的罗密欧配上了智人的朱丽叶，但因为2个人种在基因上相距太远，也无法产下可繁衍的后代。于是，这2个人种还是泾渭分明。而等到尼安德特人不管是自然灭绝还是遭到屠杀，他们的基因也同样灰飞烟灭。就这种观点看来，智人所做的就是取代了所有先前的人种，而不是和他们混种繁衍。而如果真是如此，现今所有的人类只要追本溯源，都该能够一路追到7万年前的东非，都是纯种的智人。尼安德特人是智人的近亲，他们有着共同的祖先海德堡人。尼安德特人的特点有肌肉发达，适应寒冷气候，脑容量大，平均为1600立方厘米，比智人还大，会使用工具和火，狩猎技巧高超，会照顾病人和弱者。考古学家发现，有些尼安德特人虽然身体残疾，但活了很久，说明有人照料他们。尼安德特人并不是愚笨和粗鲁的学居人，相反，他们有着一定的智力和文化水平。他们可能会制作音乐、创作艺术、使用语言、信仰宗教。尽管如此，尼安德特人还是在与智人的竞争中败下阵来。这可能是因为他们的人口数量较少，基因多样性较低，更容易受到疾病和灾难的影响，社会组织较弱，交流范围较小，缺乏创新和合作的动力，技术水平较低，主要使用近身的石质长矛和砍刀。而智人则能制造远程的投掷标枪。生活环境发生了变化，气候变暖，森林减少，猎物稀少，而智人则能适应不同的环境。这2种理论的正确与否，会对人类进化的理解和推论产生重大影响。从演化的角度来看，7万年其实一点也不长。如果竞争取代理论正确，那么所有现代人类的基因库大致相同，现在我们看到的各种种族差异就小到无足挂齿。但是，
如果混种繁衍理论正确，那么可能在数百万年前就已经种下了现代非洲人、欧洲人和亚洲人之间的基因差异。这点在政治上是一触即发的火药，可能引发爆炸性的种族理论。最近数十年来，竞争取代理论一直是这个领域的大致共识。这项理论不仅有更可靠的考古证据，也更符合政治正确。如果说现代人类族群各有明显基因差异，几乎可说这是打开了种族主义的潘多拉盒子，而科学家可没这打算。2010年，科学家公布了尼安德特人的基因组草图，表明现代人基因中有1%至4%来源于尼安德特人。这一发现引起了轰动，证明智人曾和尼安德特人有过杂交。不久后，科学家又从丹尼索瓦人的手指化石中取得 DNA， 完成定序。结果显示，现代美拉尼西亚人及澳大利亚原住民最高有6%的丹尼索瓦人 DNA。丹尼索瓦人是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仅有古 DNA 证据揭示的新古老型人类。这些结果表明，混种繁衍理论至少有部分正确。然而，这也不是说竞争取代理论完全错误。毕竟，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的基因仍然只占了现代人基因组的一小部分。智人和其他人种之间的混血程度并不高，尽管这些人种之间的差异没有大到完全阻绝繁衍后代的可能，但已经足以让他们彼此兴趣寥寥，还有往来。智人、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的生物学上的相关性究竟该如何解释呢？显然，他们都属于人属，是由共同的祖先演化出的不同分支，他们之间存在过基因交流，导致现代人基因中有一定比例来源于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他们之间的差异并不足以完全阻止杂交，但也不是完全相同的物种。他们处于一个灰色地带，可以类比马和驴或者狮子和老虎。这些动物虽然可以杂交，但产生的后代通常是不育的。它们之间的分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可能经历了多次突变和自然选择，最终导致了物种的分化。大约5万年前，智人、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处于物种分化的关键时期。他们虽然已经在基因、形态、认知和社会方面有了显著的差异，但仍然能够偶尔杂交并产生可育的后代。这意味着，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并没有被智人完全同化，而是有一些幸运的基因被在智人的基因库中延续。想象一下，曾经有这样一个时代，我们智人竟然可以和另一种人类交配并生育，这不禁让人感到惊奇和不可思议。智人、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虽然能够杂交，但并没有互为一体。那么，他们的下场是什么呢？有2种可能，一种是被智人逐渐取代。想象一下，智人的部落来到尼安德特人的领地，开始狩猎和采集。智人的技术和社交优势使他们人口迅速增长，而尼安德特人则日益衰落，只能苟延残喘。最后，他们或许只剩下少数个体被智人吸收或杀死，另一种是被智人直接屠杀。智人向来不善于宽容，哪怕是对自己的同类，更何况他们遇到的是完全不同的人类物种。很可能，智人和尼安德特人之间发生了历史上第一场也是最惨烈的种族大屠杀。如果智人之外，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也存活下来，这世界会是怎样？多个人类物种会有什么文化、社会和政治？例如，宗教会怎么看待他们？圣经会不会认为他们也有灵魂？耶稣会不会为他们赎罪？古兰经会不会让他们进入乐园？孔子会不会教我们要仁爱他们？尼安德特人会不会参军或做官？美国独立宣言的人生而自由平等会不会包括他们？马克思会不会号召所有人类物种的工人联合起来？智人习惯了自己是唯一的人类物种，难以想象其他可能。他们觉得自己是造物的巅峰，与其他动物有天壤之别。所以，当达尔文说智人也是动物时，他们大为震怒。直到现在，也有很多人不信这一点。如果尼安德特人还活着，我们还会不会自视为独特的生命？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的祖先才把尼安德特人灭绝了。对智人来说，尼安德特人既太像自己，又太不像自己，让他们无法容忍。智人一到新地方，当地的人类物种就灭绝了。最近的梭罗人是5万年前，
丹尼索瓦人也不久后消失了。尼安德特人在3万年前走了，弗洛里斯岛上的小矮人在1.2万年前也没了，他们只留下了骨头、石器、基因和谜团。他们的去世，让我们智人成了人类唯一的物种。智人为什么能赢？为什么能快速适应各种环境？为什么能把其他人类物种赶走？为什么连强壮、聪明、耐寒的尼安德特人也抵挡不住智人的杀戮？这些问题还在争论中。目前猜测最有可能的答案，就是智人拥有独一无二的语言。